有发现，为什么最辛苦、最忙碌的那群人，往往不是最有钱的？而顶层富人说：“我对钱不感兴趣，却财富满满。”这难道真的是命吗？不，这根本不是命，而是一套我们大多数人从不知晓的关于金钱运作的隐形规则。今天，我将带你彻底撕开这个看似不公的世界的表象。拆解让财富狂奔而来的三个反人性高维规律，它们彻底违背了我们想索取的本能，但却是颠覆你财富磁场的黄金钥匙。请你一定把今天的内容看完，越往后看你会越觉得有道理，因为它不仅会颠覆你对贫富的认知，更重要的是，我会告诉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了解了这些规则之后，到底该如何破局。并分享三个能从根源上提升你财富能量的法则。相信我，这会是你今年听过最值钱的一次分享。让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反人性法则：财富不是被追来的，而是被吸引来的。核心概念非常简单，但极难做到。财富是能量的显化，你要做的不是去外部世界狩猎，而是向内通过调整频率，成为一个巨大的能量磁场。这听起来很玄学，不，这是物理学，也是心理学。我们将通过这三个反人性的法则，把这个概念拆解得清清楚楚。空的法则，停止抓取，修出容纳的能量；湿的法则，极致利他，修出流动的能量；定的法则，绝对臣服，修出显化的能量。第一法则，空性法则，只有无心才能拥有，这是一个极度反人性的规律。你越不在乎钱，钱越往你这儿跑。人性是贪婪和恐惧的，我们本能的想要占有，但高能量的人懂得对抗这种本能。所谓空，不是什么都不要，而是去值。当你在这个维度上，不再对金钱产生强烈的得失心，不再因为没钱而恐惧，不再因为有钱而狂喜时，你就切断了匮乏感的能量链接，你创造了一个心理上的真空地带。根据物理学原理，周围的能量财富会自动涌入来填补这个真空。心理学中有一个瓦伦达效应，著名的高空走钢索表演者瓦伦达在一次最重要的演出中不幸失足身亡。事后，他妻子说：“我知道这一次他一定会出事，因为上场前他总在不停地说这次太重要了，千万不能失败。”当你太想赚钱时，你的注意力全在后果上，而不是过程中，你的动作会变形，决策会短视。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意思是你的心不要停留在任何执念上，智慧才会产生。就像一个杯子，如果里面装满了我想发财的浑水，新的甘露财富根本倒不进来，只有倒空了才能承载。就像追猫，你拼命追猫，猫会吓得四处逃窜。但如果你安静地坐下来，拿出一根逗猫棒或者一点零食，甚至只是专注于看书，猫反而会好奇地蹭过来。钱就是那只猫。重点来了，那具体怎么做呢？如何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保持空？练习匮乏感阻断术。每当你为了钱感到焦虑、心慌时，立刻在这个念头上喊停，哪怕只有30秒。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情绪，不代表我的实相。深呼吸，把注意力从我缺钱转移到我现在拥有什么，比如健康的身体、今天的阳光、一杯好喝的茶。使用假如我已经拥有的视角，在做任何商业决策或工作选择时，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银行卡里已经有了1个亿，我还会做这件事吗？我会怎么做这件事？如果是为了生存而做，你的能量是紧缩的；如果是为了创造而做，你的能量是舒展的。试着在现有的工作中注入那种富足者的从容，哪怕你现在只有5000月薪，也要像亿万富翁一样去思考工作的价值，而不是像乞丐一样盯着工资条。第二法则，布施法则，极致的利他是最高级的自私。反人性的第二点，人性是想索取和保留，但财富的规律是流出才能流入。
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能转化。财富就是你向这个世界释放价值的回执单。高能量的人从来不问我能赚多少钱，他们只问我能解决谁的问题，我能提供什么价值。当你的能量向外输出利他时，宇宙为了维持平衡，必然会以财富的形式向你回流。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一生创建了2家世界500强企业，他的核心心法就是敬天爱人和利他之心。在挽救日航时，他零薪水出任 CEO， 只为了保住3万名员工的饭碗。这种极致的利他，反而让他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和随之而来的财富。商业的本质，你看那些赚大钱的互联网巨头，淘宝、微信、滴滴，他们最初的逻辑都是什么？是极大的降低了别人的成本，极大的便利了别人的生活。他们先让自己被需要，钱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观察一下你身边混得好的人，通常不是那种锱铢必较、生怕吃亏的人，而是那种愿意主动买单、愿意分享资源、愿意帮朋友搭把手的人。这种人身上有一种富足感，这种气场本身就在招财。那该怎么做呢？我们是普通人，没有大背景，没有大能力，怎么践行利他？把我字去掉，在与人沟通、发朋友圈、写方案时，把主语从我想变成你能获得。错误示范，我想卖这款产品给你，我想赚提成。正确示范，这款产品能帮你节省每天1小时的打扫时间，让你可以多陪陪孩子。当你真心实意为对方考虑时，你的眼神、语气、能量场是完全不同的，对方能感觉到，成交自然发生。每日微不施，不需要很多钱，每天做一件让别人感到温暖的小事。给快递员递一瓶水，给同事一个真诚的赞美，在网上留下善意的评论，这不是道德绑架，这是在训练你的潜意识。当你不断给出时，你的潜意识会认为我是富足的，我有余力给予。这种富足的确认感是吸引财富的最强磁铁。第3法则，同频法则，提升能级，钱会自动匹配你。这一点最反人性，因为人性习惯于抱怨和受害者心态，但高能量的人知道，情绪就是频率，频率决定现实。根据大卫·霍金斯的能量层级图表，羞愧、内疚、冷漠、悲伤、恐惧都是200以下的低频能量，而勇气、主动、宽容、爱、喜悦则是高频能量。财富作为一种丰盛的能量，它的频率至少在300以上。一个整天抱怨社会不公、抱怨老板、担心明天失业的人，他的频率是100左右。这就像你在调频收音机，你想听 FM98.8 财富，但你把自己调到了 FM50抱怨，你永远收听不到那个频道。吸引力法则就像音叉共振，你敲击一个 C 调的音叉，房间里所有的 C 调音叉都会跟着震动。你发出匮乏和焦虑的震动，你只会共振来更多的账单和麻烦；你发出感恩和喜悦的震动，你会共振来机会和贵人。你有没有发现，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因为你处于低频状态，吸附了一切低频的人和事。而当你心情大好、充满自信的时候，走路都能捡到钱，客户也会突然变得很好说话。这就是能量场的同频相吸。这也许是这3个法则里最难的一步：如何控制我们那颗躁动不安的心，建立能量结界，物理隔离，远离那些总是抱怨、泼冷水、负能量爆棚的人，哪怕是亲戚朋友。保护你的能量场，就像保护你的银行账户密码一样重要。信息斋戒，少看那些制造焦虑的新闻、贩卖恐慌的短视频，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拉低你的频率，以此来收割你的注意力。转念技术，当一件坏事发生，比如亏钱了、被骂了，把它看作一个中性事件，甚至是一个礼物。试着这样想：这件事发生是为了教会我什么？是为了帮我避开未来更大的坑。一旦你开始这样想，你的频率瞬间从受害者低频
跳跃到了学习者、创造者高频。哪怕是亏钱，也要高高兴兴的亏，这叫破财免灾，这叫交学费。保持高能量，钱很快就会带着利息回来找你。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的财富高能心法：空性法则，停止像饥饿的野兽一样追逐金钱，用不执着的空性创造容纳财富的真空。布施法则，停止索取，开始给予。通过利他，让自己成为价值流动的枢纽。同频法则，停止抱怨，提升能级，用喜悦和感恩的频率与财富同频共振。朋友，视频的最后，我想送你一段话：钱从来不是我们要去征服的高山，它是我们脚下开出的花朵。不要做一个为了碎银几两而把自己的能量消耗殆尽的人。你要做一个发光体，当你光芒万丈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寻找光明，你就是光明本身。你不需要去祈求财富，财富会循着你的光狂奔而来。从这一刻起，调整呼吸，挺直腰背，嘴角上扬，感觉到了吗？这就叫高能量。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对财富有了全新的认知，对你有所启发，请给我点个赞，这是对我持续分享高维认知的最大支持。我希望有更多人能摆脱低频焦虑，活出高能量的人生。如果你也认同这个观点，请分享给身边正在努力却迷茫的朋友们。最后，记得关注智慧之声，我们将一起践行这些反人性的智慧，成为真正掌握自己人生和财富流向的高能者。